袁若飞为了活命，砍断了中毒的手臂。可大太监左鱼灵的刺杀、暗杀无时无刻都在进行中。袁若飞恐惧了吗？屈服了吗？当然没有。就算剩下一条手臂，他也要除掉左鱼灵。客栈内，正当袁若飞独饮之时，突然一个小孩摔倒在地。袁若飞急忙将其扶起，可小孩却盯上了这把杀人不见血的五棱剑。剑只是个孩子，袁若飞同意让他把玩一下。就在小孩拔剑之时，不小心碰到了旁边的客人，两人起身竟对孩子动手。袁若飞拉过孩子，激怒了两人，一个残废也敢多管闲事。见袁若飞一脸不屑，两人上去就是一拳，还是一脸不服。重伤之下的袁若飞毫无还手之力，江湖排名第一的中原桃花剑竟遭两个小混混毒打。老板娘苦求之下，两人才停手。都是我儿子不好，连累你被人打。没关系。独饮到深夜的袁若飞伤情复发，老板娘见这个断臂男人实在可怜，吩咐伙计先带袁若飞到柴房养伤。客官，请问你贵姓啊？我叫阿九。袁若飞化名阿九，藏身在了客栈。在老板娘细心照顾下，他的伤势也恢复得很快。老板娘不解阿九为什么要时刻带着这把又细又窄的破剑。这把剑都生锈了，不如扔了它吧，以免惹是生非呀。袁若飞解释道：“这把剑虽然破旧，但是祖辈传下来的，不舍得扔掉。”老板娘走后，袁若飞又拿起了这把陪他出生入死的五棱剑。曾经让江湖中人闻名色变的五棱剑，竟变得锈迹斑斑。左云林，我不会放过你。袁若飞一心报仇，可如今他失去右臂，绝不是左云林的对手，决定向老板娘辞行，找个地方重修武功。可老板娘不舍得让他离开。我现在想留你在这做个掌柜，你是不是答应了？袁若飞转身看向五棱剑，留在这里练剑是个掩人耳目的好去处。我答应你，但是做掌柜我不敢当，让我做个打杂的还差不多。只要你留下来看着这个店就行了，苏振华你不用赶的哈。孤儿寡母，无依无靠，如今袁若飞肯留下来，老板娘开心不已。袁若飞每天在客栈打杂，但时刻不忘练习身法剑招，手持五棱剑纵身而起，几招快如闪电的剑法过后，一担柴已然砍好。可好景不长，这天店里来了不速之客，来人正是左云林和金童玉女。这间客栈是通往扬州城的必经之路，袁若飞和周世显要投靠石刻法，必定会经过这间客栈，吩咐金童玉女留在这里守株待兔。左云林万万想不到，一向高傲的袁若飞会在客栈做起了伙计。不出左云林所料，周世显带着狼孩来到了客栈。哦，对了，老板娘，这里离扬州还有多远？如果骑马呢，1个时辰就到了。周世显见狼孩还是一脸担忧，让他放心，这里是扬州城下，左云林不会追到这里。周世贤果然自投罗网。左云林吩咐手下趁着夜色动手，几人趁着周世显和狼孩熟睡，向房里吹入迷烟，两人毫无察觉。就在他们要动手之时，1颗石子送走一人，3颗石子进取要害，3人命丧当场。袁若飞进入房间，看着昏睡中的两人，现在还不是相认的时候，他留下了狼孩最爱吃的糖葫芦，转身离去。这时左云林见派出的手下迟迟不归，带着金童玉女前去查看，能用石子瞬间取了3人性命，来人武功深不可测。左云林拾起一旁的拂尘，9天之外必有洞天，果然是东海神尼。左云林中计了，断了手臂的袁若飞现在不是左云林的对手，只有制造东海神尼来过的假象，让左云林知难而退。东海神尼已经向我们发出警告，我们千万不能动手。为什么？恐怕我们一动手，就像他们一样。削铁如泥的宝剑被折断了，照这把剑的断法，显然是被人用内力震断的。用内力震断一把剑并不难，难就难在持剑者一点都没察觉。周世显认为天下间有这样功力的人屈指可数。曹化纯的先天罡气是纯阳内功，无坚不摧，但自从曹化纯死后，先天罡气就失传了。江香生的蛤蟆功是至阴内功，有劈石断木之能，可他已经失踪40年了。东海神尼的簪花指也有断刀折剑之能，可东海神尼行事不可能藏头露尾。让周世显没想到的是，折断宝剑的人竟是断了一条手臂的袁若飞。几式快如闪电的剑法过后，就砍好了一担柴。可就在他背起干柴离开之时，发现左云林和金童玉女从后面走了上来。袁若飞藏身暗处，想跟踪3人，看看有什么阴谋。果然，左云林在棺材铺与扬州密探接头。你想怎么下手？
首先，在迎亲花轿入席之前，我们列出小计划，将新娘调换。原来左云灵想让玉女扮成新娘，刺杀扬州守将石可法。几人商议好计划离去，不想袁若飞早就藏身在了棺材里。左云灵安排探子设下赌局，引诱接亲轿夫，借机将新娘调包。这时，一个头戴斗笠的驼背老头从他前面经过，谁会想到这个老头竟是个绝世高手？只见他伸手在玉女的宝剑上按了一下。对不起。哼，对不起就行了，想占本宫点便宜。算了，跟老人家吵什么呀？哼，算你走运，走。驼背老头走入林间，揭开人皮面具，正是袁若飞。婚宴上，玉女假扮新娘，众人毫无察觉。为老爷夫人敬过茶，起身来到石可法近前。就在石可法接过茶水之时，新娘亮出了宝剑，不想拔出来的竟是一把断剑。侍卫一拥而上拦住玉女，护着石可法脱离险境。众人围攻之下，玉女渐入不敌之势。这时，金童现身了，一掌打翻3人。虽然金童玉女身手不凡，但众多侍卫围攻之下也难以脱身。最终寡不敌众，玉女被生擒。金童击退2人，闪身逃离。回到棺材铺禀告左云灵，我们计划失败了。我们计划的那么周详，没有理由杀不了他。我们2个拔出剑的时候，那2把剑被人用内力震断了。你们在途中最近有没有遇到可疑的人物？这时，金童才想起，一定是白天遇到的那个独臂老头震断了他们的剑。独臂人。金童担心玉女，恳请左云灵加派人手和他一起进城救人。不想左云灵竟见死不救，转身离去。金童玉女从小一起长大，同修武功。金童独闯天牢，就算死也要和玉女在一起。就在2方要动手之时，周世贤赶到了。周世贤，我是来求你侍奉铁木燕妮的。你不用找他了，铁木燕妮已经自杀身亡。金童玉女同生共死，金童当即挥刀自尽。周世显跃下城楼，拦下金童。人已经死了，何必赔上自己的命？我和燕妮有约在先，生死与共。周世显敬佩金童的为人，决定成全金童玉女。原来玉女没死，还在天牢。燕妮，大哥，我以为这事都见不到你了。你真傻，大哥不是来了吗？金童玉女情深义重，玉女有难，金童也不愿偷生，自愿投身天牢，生死与共。大哥，我真服。男人走入了杀气弥漫的院子。战神周世贤紧握宝剑，缓步走向房间。明知是中计了，但这一战他避无可避。推开房门，数十壮汉怒目而视。周世显面不改色，缓步落座，环视一周，这些人仍是按兵不动。就在周世显疑惑之时，左云灵大笑着走了出来。这驸马久违了。周世显不愿看他这副小人嘴脸，左云灵走上前来，邀请周世显和自己一同辅佐多尔衮，以周驸马的文韬武略效力9王爷，一定能挽救黎民于水火。这些汉族的事，不需满族费心。我何尝不是汉人呢？不是，你是满奴的走狗。是识物者为俊杰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众人亮出兵刃，周世显也抽出了长剑。围攻之下，他不落下风，一手2一剑接连砍杀数人，躲过迎面一刀，缴械，挑起单刀再掷1人。可对方人手不断涌出，砍不尽，杀不绝。一旁还有个虎视眈眈的左云灵。周世显这一战凶多吉少。就在周世显陷入困境之时，一个独臂男人扛着一担柴闯了进来，正是中原桃花剑袁若飞。周世显急出2招，来到袁若飞近前。袁若飞，你还没有死？上天保佑我身体尚好。今天我把你们2个一起送入黄泉。袁若飞笑着告诉周世显，左云灵交给我了，剩下的你来解决。甩出干柴击倒2人，就攻向了左云灵。交手几招，袁若飞一跃而起，将左云灵引到了外面。2人几个闪身就来到了空旷之处。左云灵怒目而视，今天势必要为义父曹化纯报仇。再看袁若飞的断臂，更是不把这个残废放在眼里，率先出手攻向袁若飞。左云灵吸取了小白龙的内力，武功今非昔比。可不想断了一条手臂的袁若飞，武功也更胜从前。几个照面，左云灵就被缴械，一脚踢翻，他竟顺势趴在地上，使出了蛤蟆功。袁若飞冷笑：“我不占你便宜。”弃掉5棱剑，以独臂交手左云灵。
左鱼灵四脚着地，上蹿下跳的蹦来蹦去，不想伤不到袁若飞，反而身中一脚，咕噜出去6米远，起身就跑。这边周世显如砍瓜切菜般将左鱼灵的爪牙一一解决，最后冲进柴房救出了被困的老板娘。袁若飞赶回，见老板娘母子都安然无恙，总算放下心来。周世显一心想要说服袁若飞进入扬州，帮助石可法守城，可袁若飞决心不理世事，他只能从老板娘这里入手了。现在兵荒马乱，清兵大举进军，我看你们还是搬进扬州城比较好。可老板娘觉得我们一家人靠着经营客栈为生，去了扬州靠什么生活啊？周世显让老板娘放心，你们的生活我来安排。袁若飞还想推辞，可老板娘母子都认为还是扬州城内安全些。九哥，不如我们进扬州城避一下了。顾及到老板娘母子的安全，袁若飞只好同意。扬州城内，石可法得知袁若飞入城，开心不已，扬州城有救了。可袁若飞决心不问世事，住在了城东大街，并没有来将军府。还有一件事让周世显震惊不已。今天我见他的身手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，难道因为他断臂大彻大悟？若飞不愧为武学奇才。独臂大侠和2个孩子已经3天没吃饭了。你保护太子，我去前面树林看一下，可不可以找到东西吃。袁若飞前脚刚走，左鱼灵就跟了上来。左鱼灵，在这里遇上大魔头，恐怕凶多吉少。狼孩护着太子奋力逃脱，左鱼灵冷哼，眼中充满杀气，一个闪身就挡住了狼孩和太子的去路。狼孩推开太子，让他先跑，抽出5棱剑攻向左鱼灵。可他怎么是左鱼灵的对手？2个照面就被打翻在地。左鱼灵直奔太子，狼孩跃起抱住左鱼灵，拼命保护太子。左鱼灵把他甩到地上，又被抱住了腿，这下彻底激怒了左鱼灵。宝儿，太子还不快点走，快走啊！狼孩死活不肯放手，左鱼灵恨得直咬牙，使出了杀招，一掌击碎了狼孩的头骨。忠诚的狼孩临死还不忘主人。仇人！解决了狼孩，左鱼灵奋起直追。可就在他追上来之时，袁若飞也赶到了。得知狼孩有危险，袁若飞抱起太子就往回跑。躲在暗处的左鱼灵见到袁若飞，吓得不敢露头。袁若飞赶来之时，狼孩已经气绝。狼孩一生命苦，刚出生就被父母抛弃，被狼群养大，之后跟随袁若飞闯荡江湖，忠心不二。袁若飞发誓不报此仇，誓不为人。谁杀的？是左鱼灵。袁若飞带着太子继续赶路，可这时左鱼灵已经找来了帮手金童玉女。袁若飞，就我一个人你就难以应付，何况现在有金童玉女在身边。有金童玉女在旁助阵，左鱼灵有恃无恐，率先出招。袁若飞背着太子与之交手一处，可几个照面下来，太子就坚持不住了。我好累啊，元公子我没力了。左鱼灵再次攻向袁若飞，就在2人交手之际，金童玉女趁机捉住了太子。元公子，袁若飞分神之际，身中2掌，被左鱼灵打翻在地。就在左鱼灵要痛下杀手之时，传来破空之声，黑衣人一掌打翻了左鱼灵，扶起袁若飞，施展轻功而去。原来是东海神尼的徒弟长平公主，隐居东海的长平时刻记挂着太子，这次下山就是为了保护太子。长平询问扬州战况如何，袁若飞长叹：扬州已经失守了。多尔衮和吴三桂用红衣大炮攻陷了扬州，周世显生死不明，石可法宁死不降，死在了左鱼灵手里。事到如今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救出太子。2人当即起身追赶左鱼灵。此时，左鱼灵和金童玉女还在猜测蒙面人的身份。左鱼灵看出蒙面人的身法是东海神尼的独门轻功清风一缕，可话还没说完，就传来破空之声。袁若飞一剑就将玉女砍翻在地。左鱼灵急忙抓住太子为胁：长平，你还没死吗？我没那么容易死。现在太子在我手上，只要你再踏出一步，我马上杀了他。 2人不敢妄动，只好先放左鱼灵离开，再找机会营救太子。左鱼灵几人逃到了一处山洞，玉女被袁若飞的5棱剑刺中要穴，性命攸关。左鱼灵当即为她服下1颗丹药，不想玉女竟全身抽搐，晕死了过去。周总管，求你想办法救救他，只要能救他，就算我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左鱼灵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，现在只有耗费真气为玉女打通经脉这一条出路了。周总管，你救救他，
好，我尽力一试。左云灵让金童在洞外守关，天亮前任何人都不能进去，除非我先死，否则我一定不会让任何人进去。左云灵将玉女抱进山洞，看着奄奄一息的玉女，她却露出了一副邪恶的嘴脸。